牛肉粉炒牛肉吃起來比較沒有味道，感覺比較單調了一些。那吃起來是有肉感的，扎實的鴨肉，帶點甜甜的香氣。那如果它的表皮能夠再脆口一點，一定會更讚。而且它有幾塊脂肪蠻厚的，咬下去整個油噴出來，還蠻油香的。高麗菜吃起來蠻清爽的，而且櫻花蝦的香氣蠻濃厚，就是說吃起來沒什麼味道，它連一點鹹味都沒有。我覺得是不是忘記加鹽巴了？這一份感覺就是用熱水燙熟而已。它這個參差排骨吃起來就蠻硬口的，再帶點甜甜的甜味，有點乾柴，但是越嚼越香啊，淡淡的蒜香，但吃起來不是太水嫩的口感，還蠻可惜的，甚至可以說是有點乾癟。我覺得這個限定的海鮮煎餅好像還好，其實吃起來有點像是八方雲集的韓式辣味鍋貼，還蠻像的。最喜歡這種香甜的流沙口感，帶點淡淡的鹹蛋香氣，真的超香的。嗨，朋友們，歡迎來到懂 Mix， 我是你們的好朋友歐文。今天我們來高雄一家超級受歡迎的港式料理吃到飽。這一家如果你是高雄人呢，一定有聽過，甚至有吃過。那高雄港式料理那麼多間，這家是非常特別，它是單點吃到飽哦。大概高雄數一數應該只有3家而已，蔥燒臘、熱炒、腸粉、湯品、甜點，還有招牌烤鴨，通通給你吃到飽。今天我們就來看看，到底是網絡說的那麼澎湃，還是只是名氣太大而已呢？那我們今天加入用餐費用是868元，加上1成服務費，用餐時間為120分鐘。沒有老樣子啦。正面開吃前，請幫按讚、訂閱、加分享哦。那我們就開吃吧 ，Let's go！ 嗨，朋友，我們第一輪把所有的燒麥都叫過來了，真的是太豐富了。我們現在用最經典的蟹黃燒麥，看起來色澤是相當誘人的。肉質是相当的彈啊，整個蠻多汁鮮美的，而且它的鹹味蠻重的哦。有位朋友跟歐文說，港式飲茶本來就鹹味比較重一些，這個是正常的哦。之後旁邊的辣味魚子給它補上吧。跟剛剛的正點燒麥吃起來口感相當的類似，只是說它的辣味大概是貼近於中辣，而且上面還有魚子做點綴，吃起來帶點鮮味。當然味道香濃的松露燒麥不可以錯過吧。有一股清淡的香菇味道，不知道那個是不是松露的味道，吃起來蠻香的。除了它裡面還有一隻小蝦子，吃起來帶點彈牙的口感。歐文手上的牛肉燒麥，我們來嘗一口看看吧。真的有那一股似曾相識拉妞牛肉丸的感覺，特殊的辛香料味道。那今天加熱中午人蠻多的，幾乎9分滿。歐文手上鮮美的蛤蜊燒麥已經迫不及待了。一入口那鮮美的口感爆棚，有點像我們在吃魚翅羹的感覺，真的蠻鮮美的。而且它裡面還有蝦子跟香菇，所以吃起來是更加美味。所以我們燒麥全部吃完了，那燒麥呢就是一種鮮甜的口感，各有各的味道，都還蠻鮮明的。那我們來配個凍檸茶吧。喝起來蠻清爽的，淡淡的檸檬香氣，而且不會太過於甜口。旁邊有非常漂亮的鮮蝦水晶餃。水晶餃的鮮度就沒有剛剛燒麥來的濃厚，那它裡面的蝦子是碎肉，所以比較沒有 Q 彈的口感，比較稍微可惜了一些。接下來我們來品嘗一個香菇滑雞，香菇味道蠻濃厚的哦。非常香濃的香菇味，我覺得這個味道不亞於雞湯的那種鮮美口感，我覺得還蠻棒的。滑雞的肉塊吃起來有點像我們在吃炸肉圓裡面那個肉餡，旁邊經典的只吃排骨當然不可以錯過吧。肉質蠻有彈性的，不會很扎實，還蠻滑的，而且帶點淡淡的辣味，我覺得會更加的提味，還蠻棒的，相當有嚼勁的柱侯金煎肚。我們來嘗上一口吧。喜歡吃牛肚的朋友，這個你應該會蠻喜歡的。它不會說太過於韌口，但吃起來又相對軟嫩，而且它的味道帶點鹹口，我覺得配個3碗白飯，這蠻恰當的哦。最後我們用豪華鳳爪做收尾。它這個豪華鳳爪跟上次歐文去二鴨郎真的有差異哦。二鴨郎吃起來是一味的甜味的口感，那這個還有多了1層胡椒的香氣，我覺得這個味道是更棒的。在經典的蝦仁粉腸，絕對必吃的吧。粉腸是相當的順口滑潤，搭配上這個甜甜的醬油，真是蠻好吃的。裡面的蝦仁也是蠻脆口的，旁邊牛肉的也不要錯過吧。牛肉粉炒牛肉吃起來比較沒有味道，感覺比較單調了一些。那吃起来是有肉感的。这牛肉真的沒味道，我覺得蠻可惜的。經典的辣味3拼，我們現在吃個烤鴨。
扎實的鴨肉，帶點甜甜的香氣，我覺得口感蠻好的。那如果它的表皮能夠再脆口一點，一定會更讚。而且它有幾塊脂肪蠻厚的，咬下去整個油噴出來，還蠻油香的。旁邊的油肌隨後補上，油潤香甜的油雞吃起來是相當的迷人，而且那雞肉很軟嫩，旁邊還有叉燒哦。叉燒味道是夠的，帶點甜甜的味道。那如果它表層可以再脆口一點的話，絕對會更加迷人的。歐文手上的鮮蝦虎皮卷看起來非常的酥香哎。外衣吃起來像油條那樣的脆口，真的蠻酥香的，而且裡面的內餡甜甜的，帶點蝦仁的鮮味，但是吃起來可能會稍微有點油膩了一些。那我們沾點醬汁，看能不能解油膩呢？這個醬汁吃起來甜甜鹹鹹的，還蠻好吃的，有類似一股烏梅的酸味，還蠻解膩的哦。最後一個鹹水餃，看起來是橘色的，還蠻特別的。外層吃起來有點像地瓜球那種香糯口感，那裡面的內餡就跟一般鹹水餃吃起來沒什麼異樣。再搭配一個絲襪奶茶吧。而且還茶味蠻濃厚的哦。對，我們第二輪呢叫了熱炒以及湯品，看起來是不是相當的豐富呢？我們現在吃歐文最喜歡的鳳梨蝦球，哇，這個蝦子看起來蠻大隻的，而且上面有非常香甜的美乃滋，甜美的美乃滋配上微脆的蝦仁，真的是超級舒服的。不知道你們吃鳳梨蝦球是喜歡單獨吃蝦球，還是配着鳳梨吃呢？而且它這個每一道菜的分量大概是2到3的，所以你一個人來吃的時候要小心一些哦，不要一次叫太多哦。接下來該補充一點纖維了吧？高麗菜，高麗菜吃起來蠻清爽的，而且櫻花蝦的香氣蠻濃厚，就是說吃起來沒什麼味道它連一點鹹味都沒有我覺得是不是忘記加鹽巴了？這一份感覺就是用熱水燙手而已。歐文手上的蔥爆牛肉，這必吃之一吧。那牛肉吃起來蠻軟的，蔥的香氣很濃厚，而且還有香甜的醬香味，不會太過於死鹹。旁邊還有香甜的橙翅排骨，那這個橙翅排骨吃起來就蠻硬口的，再帶點甜甜的甜味，有點乾柴，但是是越嚼越香旁邊還有3隻蒜蓉蛋叉，我們來嘗嘗看吧。淡淡的蒜香，但吃起來不是太水嫩的口感，還蠻可惜的，甚至可以說是有點乾癟。旁邊還有乾鍋肥腸，那肥腸看起來蠻大塊的哦。微微的酥脆，帶點油脂的香氣，而且吃起來蠻辣的。這個不吃辣的朋友你要小心哦，而且相當有嚼勁，很像在嚼橡皮糖的感覺。好辣！再來是豆豉鱸魚，這鱸魚看起來好大一條鱸魚的肉質蠻細緻，而且它這個醬汁帶點甜甜的味道，還蠻不錯。而且它好刺哦，要小心哦。歐文手上的塔香三杯雞看起來蠻豐富的九層塔的香氣真的是超級濃厚的，而且它的味道不會太過於鹹口，整個香氣是蠻香濃的。再來喝點湯吧，肉骨茶。中藥的香氣不會太過於濃厚，還蠻順口，而且裡面的肉燉得蠻軟爛的。旁邊有香菇雞湯，來喝個湯吧。哇，很濃郁的雞油跟香菇的香氣。而且裡面的雞肉燉得蠻軟爛的。旁邊有個海鮮豆腐包，看起來蠻豐富的，有嫩豆腐、干貝跟蝦仁哦。很滑很嫩，真的蠻鮮美的，而且它裡面海鮮料蠻多的哦，但是好像稍微甜了一些。歐文手上是期間限定的辣味海鮮煎餅，我們來嘗嘗看吧。我覺得這個限定的海鮮煎餅好像還好，其實吃起來有點像是八方雲集的韓式辣味鍋貼，還蠻像的，只是說它是圓形。沒有，最後一輪啦，因為他們時間也快到了，剩下沒幾桌我們要趕快趕工啦。接下來我們來吃個歐文最喜歡的流沙奶黃包。最喜歡這種香甜的流沙口感，帶點淡淡的鹹蛋香氣，真的超香的。經典的叉沙包絕對要吃吧。
它的叉燒比較屬於肉泥的那種感覺，不是像那種肉塊，但是吃起來蠻香甜。旁邊還有很像大顆水餃的海鮮包，吃起來蠻像餛飩的。最後一個楊枝甘露，芒果的甜香真的很濃厚，但是就是少了芒果的果肉。如果有果肉，真的就超讚了。嗨，朋友們，歐文就吃飽了。今天這一餐呢是蠻有飽腹感的，而且它的調料我覺得都不會太過於鹹口。除了燒麥之外，而且它這個 CP 值蠻高的，菜色品項真的是蠻豐富，每一份的分量都很多。那歐文是特別喜歡它的燒麥，吃起來真的是蠻鮮嫩的。那熱炒歐文就覺得稍微偏清淡了一些。如果喜歡這種港式料理的朋友，你一定要來這邊嘗看看哦！我是董秘手歐文，抽永不到，我們下次繼續大吃特吃，用味探索世界，用嘴巴記錄美食。你的支持是我吃下去動力，再見，拜拜。